如果你现在每天睁开眼，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焦虑钱不够用，那么这段内容你必须耐着性子听到最后，因为接下来我要撕开的真相可能会让你觉得刺耳，甚至让你心里产生强烈的防御机制，想骂我。但请你记住，这是这辈子唯一能救你的实话。看到最后，我还有一个 bonus 要送给你。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极其诡异且让人崩溃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你越是疯狂的想赚钱，越是没日没夜的研究各种搞钱的路子，钱反而离你越来越远，甚至你越努力，身边坑你的镰刀就越多，各种倒霉事接二连三。这绝对不是你命不好，更不是你运气差，而是从你太想赚钱的那一刻起，你的底层逻辑就已经彻底崩盘了，你已经在潜意识里把自己送进了贫穷的死循环。这段内容我保证不讲任何要努力、要坚持、要拼搏的鸡汤废话，我会把我当年从负债累累、被债主逼到想跳楼，到最后彻底翻身的血淋淋经历，还有我对2026年接下来这几年财富洗牌的底层逻辑，全部掏心窝子揉碎了讲给你听。哪怕你现在是个对投资一窍不通的纯小白，听完这段心理剖析，你对金钱的认知会被彻底颠覆。讲个我自己的真实故事吧，大概在几年前，那是我人生中最想赚钱的一段黑暗时期。那时候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买房换车，甚至连以前不如我的人都开始在朋友圈晒奢侈品，我急了，我真的急疯了。我觉得自己不比他们笨，凭什么我口袋比脸还钱净？于是我开始像头饿狼一样到处寻找机会。那时候市面上流行什么我就冲什么，听说虚拟货币能一夜暴富，我连什么是区块链都没弄明白，就敢透支信用卡梭哈进去。听说直播带货是风口，我砸钱租场地囤货，结果呢，我不仅1分钱没赚到，反而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极度想赚钱的时候，他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匮乏。这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越是像个舔狗一样对对方死缠烂打，对方就越是想吐，越想逃得远远的。钱也是有灵性的，钱最讨厌的就是渴求他的舔狗。当你满脑子都是我要钱的时候，你的理性大脑会被迫下线，你的眼里只有那些虚无缥缈的利润，你完全丧失了对风险的感知能力。我看过太多像当年的我一样的人，因为急住翻本，急住证明自己，最后把全家人的救命钱都搭进了那些设计精密的杀猪盘里。这就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在作祟。你以为你在投资，其实你是在一场注定会输的赌局里搏命，而且你是带着恐惧在搏，频率不对，结果必输。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这背后的心理机制，这在心理学上叫管窥效应。当你极度缺钱时，你的注意力就会像透过一根细小的管子看东西一样，你只能看到眼前那点微小的利益，你会为了省几块钱的配送费浪费1整小时的生命，你会为了宣传单上那20%的高回报率而忽略了你的本金可能瞬间归零。我当年就是陷在这个管子里出不来，那时候有个身价过亿的大佬朋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现在这个充满穷酸气的状态，就算老天爷给你100万你也守不住，3天之内就会被你败光。我当时心里极度不服气，甚至觉得他在炫耀，但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太透彻了，因为我当时的能量场全是索取，而不是提供价值。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些真正赚大钱的人，尤其是2026年这几年能突围而出的新势力，有哪个是把我想赚钱这4个字刻在脑门上的？没有，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现在的人还有哪些痛苦没被解决，哪里的人性还有弱点可以被利用，我怎么去满足那些深层的贪婪或者懒惰。你要死死记住一句话，财富不是靠你双腿跑出去追来的，财富是靠你自身的能量和价值吸来的。你越是追，它跑得越快。当你真正停下来，开始冷静的打磨自己，开始看清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律，开始布局未来的趋势，钱反倒会像闻到肉味的野兽一样主动来找你。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这些大道理我都懂，但我现在房贷车贷压在头上，家里开销不等我怎么可能不急？别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带你击穿的重点。如果不彻底根除你内心这种穷怕了的匮乏感，我直接告诉你2026年该买什么，该投什么，你也绝对拿不住，甚至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割肉离场，亏得比现在更惨。但我既然敢在这里录这段内容，就一定会给你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直接带你切入2026年的几个核心大趋势，这些趋势绝对不是那种飘在天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结合了 AI 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全球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巨变以及经济周期见底反弹的实质性机会。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手里只有几万块钱，
甚至还在负债，该如何精准的利用人性中的懒和贪去切入这些赛道？这不是教你学坏，这是教你如何在丛林法则中生存。你要明白，金钱的本质是能量流动，当你因为恐惧而缩手缩脚时，财气就断了。真正的赚钱高手都是极其冷静的猎人，他们会耐心的观察人性，理解众生的欲望，然后在欲望的必经之路上布下那个让财富自动跳进来的局。既然你已经明白了匮乏感是你财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最核心的钱货，聊聊我们正身处的202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你该如何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洗牌中翻身。如果你现在还在用3-5年前的旧思维看世界，觉得只要肯吃苦，肯卖力气就能赚到钱，那你这辈子可能真的只能在底层徘徊了。因为在2026年，劳动力已经是最不值钱的商品，勤奋早就不再是成功的充要条件。202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这是人工智慧 AI 技术彻底从实验室跑出来，像自来水和电力一样渗透进每一个生活角落的元年。这也是贫富分化拉扯到极限，人心浮躁到顶点的关键时刻。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没人愿意读完一本厚书，没人愿意慢慢谈一场有结果的恋爱，所有人都在追求及时满足，所有人都想今天投入，明天就看到回报。而这种集体的浮躁和焦虑，恰恰就是我们这种清醒的猎人最好的进场时机。记住我这句话，赚钱的本质从来不是创造什么伟大的发明，而是为人性的弱点提供解决方案。你想要赚大钱，你就得死死盯着2个字，那就是懒和贪。我给你讲个我身边最真实的例子，我有个朋友原本是做传统设计广告的，以前每天加班到凌晨2-3点，累得满脸痘痘，一个月也就拿个2-3万的辛苦钱，还总被甲方爸爸骂得狗血淋头。但就在去年底，他突然开窍了，他发现现在的人虽然越来越懒，但却越来越贪图社交媒体上的虚荣感和流量回报。于是他在2026年初果断转型，他不再自己亲手画图了，而是利用现在最顶尖的 AI 生成工具，一个人同时运营了几十个不同领域的自媒体矩阵，专门帮那些想做个人 IP 但又懒得思考、懒得动手的小老板批量产出精美的视觉内容和爆款文案。他现在卖的根本不是设计，他卖的是省事，卖的是能让对方快速变现的虚荣心。以前是他跪着求客户发薪水，现在是全网的小老板排队带着定金来求他合作，这就是利用了人性的懒。在2026年，谁能帮别人节省时间，谁能帮别人填补内心的空虚，谁就是这场财富盛宴的座上宾。具体到投资和机会，接下来这2年我们到底该看哪里？千万别去碰那些你听都没听过的高科技研发，那是资本巨头烧钱的游戏，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要看的是应用层，是那些能直接触达人性的地方。第一就是情绪价值赛道。2026年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孤独， AI 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就越稀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些极其离谱的陪聊服务、线下搭子，甚至是专门帮人缓解焦虑的疗愈项目会火得一塌糊涂，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填补。如果你能提供一种让别人觉得被理解、被治愈的服务，哪怕只是陪人说说话，这背后都是金山银山。第二就是银发经济的 2.0 升级版，别再想着给老人卖廉价的保健品了，那是10年前的套路。2026年的老年人是手里攥着大笔退休金，而且极度懂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怕老，怕孤独，更怕被时代抛弃。如果你能教他们如何玩转最新的 AI 产品，带他们体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组织他们去进行有深度的社交旅行，这里面的利润空间大到你无法想象。至于大家最关心的金融投资，我要给你泼一盆透心凉的冷水。2026年的金融市场波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惨烈，因为全球经济都在疯狂寻找新的支撑点。如果你手里有点闲钱，千万别学那些赌徒去加杠杆炒作什么空气币或者妖股。我的建议是采用哑铃策略，把你80%的资产放在那些死不了的地方，比如现金流极其稳定的高股息资产，或者是万年不变的避险之王黄金。没错，在2026年乱世，买黄金依然是普通人的保命符，而剩下那20%的钱，你可以去搏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新兴赛道，比如真正有 AI 技术落地的初创股，或者是 Web3 中具备实际金融价值的应用。这部分钱你就当它已经丢了，心态放平，万一中了就是几十倍的回报，这叫以小博大。但我看到太多人反着来，拿全家人的救命钱去搏一个虚无缥缈的暴富梦，
拿零花钱去存银行，这就是典型的韭菜思维，也是为什么财神爷永远绕住你走的原因。你要明白，真正的猎人永远是带着极致的耐心趴在草丛里，盯着猎物的弱点，等他自己精疲力竭送上门，而不是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市场里到处乱撞，最后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要怪社会不公。讲完了大趋势，我们现在来聊聊那些真正能让你从底层跨越到中产甚至富人阶层的隐藏路径。这是我在几次破产边缘摸爬滚打才悟出来的秘密。2026年，如果你还在追求所谓的表面信息，那你永远只能吃到别人啃剩下的骨头，因为真正的赚钱机会永远藏在认知差里。什么是认知差？就是当所有人都在看热闹的时候，你能看到门道。我再举一个更直接的案例，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 AI 让自己失业了，但我认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原本只是个普通的行政助理。他发现2026年很多传统企业的老板虽然有钱，但他们对新科技有种天然的恐惧和隔阂。于是这小伙子前了一件事，他利用信息差把自己包装成 AI 效率顾问，专门去帮那些中小企业对接现成的 AI 工作流。他自己其实技术也不精，但他懂得如何把复杂的技术名词翻译成老板们听得懂的省钱方案。他一年赚的比他当助理10年还多，这就是典型的用最先进的工具去解决最传统的焦虑。除此之外，你一定要学会建立你的数字资产，而非法定货币。很多人赚了点钱就想存进银行，但在2026年这个全球货币政策像过山车一样的年份，钱本身只是纸，甚至只是屏幕上的一个数字。你真正能依靠的是你的影响力和信任资产，哪怕你现在只有100个忠实的客户或粉丝，只要他们认你这个人，这就是你最强大的防御机制。因为在未来，信任是比黄金还要稀缺的硬通货。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大家最容易忽视，但却最致命的一点，那就是关于能量的保护。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最近几年运气一直很差？除了逻辑问题，更重要的是你处在严重的能量内耗中。2026年大家都很焦虑，如果你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刷那些负面新闻，去和无关紧要的人在网上争执不休，去纠结那些已经发生无法挽回的烂事，你的财气就被你自己给耗光了。这在心理学上叫自证预言。当你觉得世界充满恶意时，你就真的只能吸引到收割你的镰刀。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资你的注意力，把注意力从那些让你愤怒、恐惧的事情上硬生生的拽回来，放在我今天能帮谁解决什么问题上。当你的能量不再外泄，你的磁场就会变强，钱自然会被你吸过来。接下来我要给留到现在的铁粉们一个 bonus 彩蛋，这是我个人一直在用的财富清理法则。如果你觉得现在处于低谷，请你今晚回家就做这件事，打开你的通讯录，看看你联系最频繁的5个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你的收入就是你身边这5个人的平均数。如果这5个人每天见面就是抱怨经济不好，老板太坏，或者拉着你喝酒吹牛寻开心，那我求求你一定要在心理上甚至物理上与他们进行隔离。2026年情绪传染是比病毒更可怕的东西，贫穷思维是会传染的。你要做的是哪怕去关注几个真正有结果的大佬，每天强迫自己看他们的思考逻辑，也强迫自己远离那些失败者的情绪泥潭。这听起来很残忍，但这就是成年人向上社交的筛选。说实话，2026年绝对不是一个躺平就能赢的年份，但也绝对是普通人翻身最好的机会。因为旧的社会秩序在瓦解，新的财富分配在乱局中重新排列。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去拼体力，你只需要比别人多一点点观察力，多一点点对人性的理解。我想反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如果明天你现在所有的存款都被清零了，只剩下你脑子里的知识和现在的人脉，你有信心在1年内重新站起来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摇头，那你现在最该做的不是去求什么神拜什么佛，而是去升级你这颗大脑的作业系统，去理解那些真正能让你产生价值的东西。最后我必须再次强调，以上我分享的所有内容，包括对2026年的投资分析和趋势预测，全部都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这只是意见而不是真理，更不是绝对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变幻莫测，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你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请务必在做决定前独立思考，做好风险评估，对自己的口袋负起绝对的责任。这段内容如果哪怕只有一个点让你觉得醍醐灌顶，我都觉得我的分享是有价值的。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一定点个赞并转发给你身边那个也正在迷茫、渴望改变的朋友。你的每一次分享和评论都是在向宇宙发射你想要变强的信号。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或者是打出财运亨通这4个字，给自己一个正面的心理暗示，我会尽量回复每一位真诚留言的朋友。关注我，让我们一起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时代里，看透财富的本质，做一个内心强大且财富自由的清醒赢家。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